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这是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名言。人生境遇的好坏，福报的大小，常常取决于一个人的修为和德行。当代社会物欲横流，人心浮躁，很多人都在追逐名利，却忽视了心灵的成长。他们不懂得福报从何而来，更不明白如何才能积累福德，改变命运。其实福报并非与生俱来，也非一成不变，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因果法则，明白善恶有报、天人感应的道理。一个人的言行决定了他的福报厚薄。想要拥有好的福报，就要从日常做起，多做善事，积累阴德，改变习气，提升修为。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福报自然会越来越多。俗话说，相由心生，福自得来。一个人的外在往往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。那些福报深厚的人，往往有着特殊的福相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，究竟什么样的相貌才是真正的福相吧。福相一，眉清目秀。乡人有言，眉清目秀，福寿双全。眉毛和眼睛是一个人面相的重点。眉如新月，清晰分明；眼如星辰，明亮有神。这样的人往往心地纯净，胸怀坦荡，福报自然深厚。反之，那些眉毛浓黑、杂乱或眼神浑浊、暗淡的人，内心往往也有埋藏着负面情绪，或有不良习气，福报就会大打折扣。福相二，口方唇红。俗话说，食为民天。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关乎健康长寿，嘴巴就是饮食的通道。嘴巴方正，唇色红润，代表着脾胃功能健康，身体强壮。这样的人不仅身体北棒，也往往心胸宽广，人缘极佳，福报自然也就滚滚而来。反之，那些嘴巴歪斜、唇色发黑的人，往往身体机能差，脾气也不太好，人际关系难以和谐，福报也就差了。福相三，鼻梁高挺。鼻子是先天之本，后天之根。一个人的鼻梁关乎到他的财富运势。鼻梁高挺，鼻头丰满，代表着此人财运亨通，能聚财纳福。这样的人不仅财运好，办事也往往能够成竹在胸，事业平步青云，前程似锦。反之，那些鼻梁塌陷、鼻头平平的人，财运往往起伏不定，做事也容易受阻。福相四，耳大垂珠。耳朵是人体最重要的感官器官之一，耳廓圆大，垂有耳珠，代表着此人耳聪目明，聪慧过人。这样的人记忆力超群，学习能力出众，做事也往往有独到见解。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都容易获得成就。福禄寿俱全乃是必然。这四大福相
看似与生俱来，实则是后天修炼的结果。一个人内心的善恶品德的高下，无疑不会在面相上有所体现。修心养性，积善行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福相。当然，福报的获得不能只靠被动等待，日积月累的善行才是福报的真正源泉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积福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积福法一，孝敬父母。俗话说，百善孝为先，父母养育之恩，天高地厚，难以回报。常怀一颗感恩之心，时时孝敬父母，就是积福的第一要义。平日里多关心父母的生活起居，经常陪伴他们谈心聊天，在他们生病时精心照料，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及时支援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，都是在为自己积累福德。积福法二，行善助人。助人为乐，乃人生一大快事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多做一些义工，参与一些公益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不仅能让他人受益，也能让自己的福报不断增长。哪怕是一些小善举，给路人一个微笑，帮老人提个东西，为迷路的小孩指引方向，点点滴滴都在为你积福。日行一善，终成福泽绵长。积福法三，戒除恶习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好的习惯，比如抽烟酗酒，恃强凌弱，损人利己。这些恶习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戒除，就会成为障碍福报的绊脚石。俗话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想要积福，就要以戒为本。烟可以戒，酒可以戒，凡不良嗜好都可以慢慢改掉。一旦破除恶习，福禄寿自然会悄然而至。积福法四，修身养性。内圣外王，修身为本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无疑不再考验着他的涵养和修为。修身养性，就是要从点点滴滴做起。比如每日清晨静坐冥想片刻，净化心灵，培养定力。比如遇事不急不躁，冷静应对，锻炼自己的心性。又比如多读圣贤之书，古圣先贤的智慧，如涓涓细流，润泽你的心田。积福不在一朝一夕，贵在持之以恒。唯有步步踏实，日日精进，方能水到渠成，福泽绵延。天道酬勤，天道酬善。上天是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善良勤勉之人的。积福看似在利他，实则在利己。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也在救赎自己。无论是为家人、为朋友，还是为陌生人，你播撒出去的每一粒善的种子，最终都会在你的生命里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天人感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。天代表着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，人则是宇宙中最灵性的生命个体。
天人感应说的是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，这种关系并非玄之又玄，而是有迹可循、有理可证的。老子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则运行，其中就包括因果报应的法则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天理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宇宙的基本规律。一个人做了善事，即使暂时没有回报，但善的种子已经播下，早晚会有收获的一天。一个人做了恶事，即使暂时逃脱了惩罚，但恶的果报已经种下，早晚会有应验的一天。有些人常常疑惑，为什么我明明做了善事，却没有得到好报？为什么有些恶人为什么屡屡得逞，却安然无恙？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因果的全貌。因果有时而异，善恶中有报应。有时一个善举的回报可能在多年以后，一个恶行的惩罚可能在几世以后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每一分善，每一分恶，都逃不过天地的法眼。所以我们行善不能期望立竿见影，而要怀着一颗纯净无私的心，尽己所能，利益众生。我们戒恶不能存有侥幸心理，而要怀着一颗恭敬谦卑的心，改过迁善，绝不为恶。只要我们真诚善待天地万物，天地万物也必然会回馈于我们。心诚则灵，福自天降。当一个人的心与天心相契，他的生命就会展现出最美好的姿态。天人合一乃圣贤的最高境界。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企及，但我们只要做好眼前的事，修身养德，积福行善，总有一天我们也能与天地同其德，共享人间无限的福乐。福报的多寡与我们的修为息息相关。外在的福相是内在德行的反应，日常的善举是福泽绵长的源泉。心存善念，脚踏实地，福禄寿终会不请自来。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。有缘人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点赞转发。如果你有更多的感悟和心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一起散播善的种子，传递正能量。衷心的祝福大家福寿康宁，吉祥如意。